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聊美股的频道。今天是2026年2月20号，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我们今天的直播就从现在美东时间11点半开始了，预计直播30分钟，到美东时间12点结束。那么进入直播间的朋友，我们先来确认一下我们的声音和图像是不是都没有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今天的直播了。我们稍微等一会儿，等待朋友帮忙确认一下我们今天的目前的声音和图像。丽丽朋友已经进来了，想看一下 SMR。我先帮我确认一下，现在这个声音和图像是不是都没有问题？没问题，好的 ，Shirley 啊，Shirley 帮忙确认了，好的，谢谢你们的这个确认，我们看一下，先看一下指数。指数我们一直跟踪的就是日线，从这个4835，这是进入段 A 中枢，然后 B 中枢，对吧？这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你说它是教科书式的上涨也好，或者它是一个非常有节奏感的一个上涨也好。现在我们关注重点就是第二个中枢，现在这个大 B 中枢已经升级了，那么而且是第9段，这是一个1、2、3、4、5、6、7、8、9。这是围绕这个中枢震荡已经第9段了，对吧？现在这个能不能够离开9段之后，能不能够升级之后离开，这是我们现在关注的。那么今天这个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开盘之后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就是这个，因为今天开盘之后不久，今天也有个数据啊，盘前也有个 PCE 数据，但是 PCE 数据并没有对这个波动造成那么大的影响。最主要的影响就是今天好像是美国的最高法院驳回了这个川普的这个贸易战的这个事儿，造成了市场波动非常大。你如果说看小周期的话，尤其是在1分钟上，这个震动是非常非常大的。就这段，这是上下的这种在震呐。这个如果说你去做期货交易或者做这个杠杆交易的话，就很容易被打止损。就这种交易是很容易被打止损的。我们看一下，就这段。你去做杠杆交易很容易被打止损，对吧？它一上去了，如果说你比如说你在这个位置做空，这个位置或者这个位置做空，它一下就突上去了，你一止损，哎，它又回来了，然后你一追它，对吧？你一追空它，它又上去了，然后你在这位置你去做多，哎，啪，它又下来了。所以说对这种因为消息造成的这个市场波动的时候，尤其这种级别非常小的时候，你尽量是把级别抬高，级别抬高是一个办法，或者说你就干脆不做它，对吧？因为这种消息波动的这种震荡的时候，就容易这个在外汇里面是比较常见的，就是类似扫单的一种状态，突发一个消息出来，要快速往上拉，要快速往下砸，在1分钟上来回震，这种震荡是非常厉害的。如果说你用杠杆的话。那不，我们不管它，对吧？我们就看说这个结构上是现在就是第9段了，现在是第9段的日线，我能不能够拉上去，突破这个9笔升级之后的中枢有没有力度，对吧？你想要往上走，慢慢的往上走也可以，但是现在1小时上我们就看，这是一种方法，就是说这是一种结构，这是一种可能，就9段升级之后往上走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不进行9段升级。我把这个删掉。那么我从这个7002这个最高点，如果说断开的话，那么7002左侧从4835到7002，4835到7002，这是一个趋势上就结束了，没有问题。如果说从7002右侧开始生长的话，也可以的，对吧？现在如果说以7002向下要走出一个走势类型的话，那么现在这个有可能只是进入段。它完全可以在这里做一个中枢，然后选一个方向，如果不背驰，可能在这里再做第2个中枢也可以，以这种方式做一个非常深的调整，这是可以的，对吧？这在结构上一点问题没有。所以现在是处于一个相对的一个中阴状态，尤其是这些结构是处于一个中阴状态。那么在1小时上就更明显了，1小时上这是一个我
我们看一下1小时上这个最后这段这个中阴状态，从这个7002这里，这个中阴状态是非常恐怖的，它这个震荡的空间特别大，但是呢，你发现它不论它怎么震，它都会被拉回到这个1小时中枢里面来，对吧？你虽然说看它的振幅非常大，但是都被拉回来了。我现在画的这些都回来了，而且啊，今天这个回拉还是第9笔。这是进入段的话，1、2、3、4、5、6、7、8、9。如果说它要往下选择的话，那就要往这样快速往下砸，因为它是一个9笔之后一个升级之后的一个中枢，看它是不是往下砸，对吧？所以说现在的关注就是，你要么往上走，这里也要往上快速拉，比如说你首先要突破这个1小时的中枢的中轨吧，甚至到这个1小时中枢的上轨去。如果说你一直在这个1小时中枢的这个下轨，就中枢下面活动的话，那是偏弱的，很容易往下走，对吧？所以在现在，我们要是想观察的话，就观察1小时这个中枢，看它是怎么围绕这个中枢震荡就好了。只要是不出现快速往下砸，你说前面这里也是砸下来了，但是这个 MACD 并没有跟上来，对吧？所以现在就看它是不是还要围绕这个中枢震荡，还是说我往下砸一下，然后一个反弹给一个3脉，然后往下走。还是说往上拉，给一个3买往上走，对吧？所以现在其实是处在一个中阴状态，没有选方向。好的，这是针对这个标普，我们简单说一下，然后看一下大家的提问。先看一下丽丽问了一个 SMR 打算建仓是吧？这是一个我们之前分析过的一个票，是一个跟这个核能相关的，因为现在数据中心嘛，需要大量的电力来支撑他们的这个运算。那么，因为清洁能源的话是比较贵的，他们盯上了这个核能，所以这些小的核能发电的、核聚变发电的，跟这个很多的数据中心有一些大的合同。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这些跟核能相关的，之前这里是起过一大波。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他说他想建仓是吧？这个周线上刚好是，他这个有点特殊在哪儿呢？就是，这一笔的回撤呢。如果说你从高低点来划分的话，它是不满足一笔的，但是在当下操作的时候，你是需要在这个位置断开，就这个回落是一个3买，在当下30.62这个当下交易的时候，这个回落针对下面这个中枢是3买，然后它又出现了一个高点，对吧？所以说，如果说你是在当时当下你在交易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你是需要做多动作的。你也可以现在我们复盘的话，看一下它当时当下的回撤，刚好到了 0.5 的位置， 0.5 和 0.382 之间形成了一个单 K 反转的一个，就周线上出现了一个单 K 反转的状态，对吧？所以说这个位置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进场的。如果说你在当时进了的话，那么它再打一个高点，从3买再打一个高点，不是很正常吗？对吧？那么3买之后打一个高点，比如说你在这个位置进，有个62%的一个空间呢，对吧？所以说这是在当时当下来这么来分析。但是呢，因为它这个是从高低点，从最高点到最低点，它严格定义是不满足一笔的，只有4根，是从次高点到这个30.62是够一笔的，所以严格定义的话是不够。但是现在如果说它又拉回来了，你说我这么来观察也可以的，因为这里这个是不够精准的一个3买吧。我们看一下这个月线上是不是回撤够一笔了。如果说月线上回撤也够一笔的话，那就要月线上也够一笔了。所以说这里就不管它了，我们可以把这个中枢拽过去。周线这个中枢我不看了，为什么？因为月线上这段已经成一笔了，从 57.42 跌到现在这个最低点已经够一笔了，所以这是月线上够一笔。那么周线上也够一笔，那么我们就看一下日线上这个结构。然后这些我现在只关注的是 57.42 右侧这些，这就是用的非同级别分析法。之所以用非同级别分析的好处就是它简单，对吧？它更简单，它不需要出现中枢的一个延伸啊，什么扩张啊，什么这些，对吧？所以说这就是用结合非同级别分解，你来分析的时候就简单到某一段。那么现在它这个确实是出现有一种要结束的这个状态了，但是它在2月26号周四盘后要出财报，所以说你现在进的话，不知道你是要赌它的财报还是怎样。那这里它是震出来一个中枢了，对吧？
所以说，然后它这个回档，尤其是这一段回档的时候，这里是次级别有2个小中枢，现在这近一点没有问题，但是因为它的财报马上要来了，所以说我的建议是，先进一点点仓位是没有问题的，对吧？它如果说持续因为财报的原因继续往下走，你可以再补一点，因为它在大周期上，我们看一下周线上它有没有，大周期上刚好也是在这个200周，也在200周这里，看到没有？200周、120周也在这个附近，所以说，因为财报这个东西不太好说，它是，之后财报之后是一个快速下杀，然后再拉回来，还是说是出现一个快速往下走，对吧？这个其实不太好说的。但是如果说在这个位置先进一点仓，观察的仓位的话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这个整体来讲，我们没有办法预测到，它这个财报之后的一个情况，但是目前这个结构。起码这一段是看出来是背驰的，起码跟前面这个比较是背驰的，所以说今年观察仓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因为财报要来了，你的仓位又不能太大，对吧？所以说这个就需要你个人衡量了。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苏珊问了一个 MSTR， 那么 MSTR 的话就是这个 MicroStrategy， 就是跟比特币相关度非常高的这个，对吧？那么现在比特币。因为大家没有问比特币，所以我们只看一下这个 MSTR， 因为它这个 MSTR 啊，在日线上就是从这个457这个下跌，其实现在我们只关注是457，为什么457呢？因为457在周线上是回落的一笔，我们可以简单瞅一下周线上为什么是要观察457。你看，在周线上所有的这些都是从457下跌的，这是起跌点，那么它在周线这个周期是一个123段。然后这个刚好有个等比例在145这个位置刚好是第3段跟第一段比例相同的位置，就空间一致的位置，所以现在它正好在145下面一点点，没有快速的往下走。如果说快速往下走的话，那说明3是不背驰的，那你这个就往里相当于它可以一直往下延续，一直跌，对吧？但是它现在没有快速脱离145这个位置，有可能要弹一下，是不是要弹一下之后再下去？那这样的话就可能出现周线上可能给你一个1、2、3、4，然后再来一个5，对吧？它完全周线上可以弹到这个120周这里，120周看它就能不能碰到前面那个231，碰不到231就肯定有5了，或者说给你个2买也可以。所以说现在就是看它是不是要弹一笔，那就我们要关注的重点就是最后这一笔嘛，就是从457下来这第3笔。那么这第3笔在日线上它是有2个中枢下来的一个趋势下。2个中枢的一个趋势下，然后现在是走这个 C 段，那么这个 C 的话也是有背驰，就是现在这个 C 跟前面这个离开段跟进入段比较的话也是背驰的，对吧？因为你这个前面进入段你要先把前面的面积都要加起来，然后跟后面这个面积比较，所以说明显是后面这个面积小，所以说背驰了。那么现在它反弹也没有出现力度，跟刚才那个 SMR 的图形有点类似，有点像。但是在这里没有出现力度往上拉呀，对吧？那么现在尤其还在这里还做出来中枢来了，也就是说在1小时上这个离开段是有几个中枢的。我们看一下这个离开段，这有中枢，这有中枢，但是这个前面这个第2个中枢是一个类中枢，把它取消掉。那么它这个反弹，你看它这个反弹的很技术，反弹刚好到了139.56。刚好碰了一下前面那个小高点，那个碰了一下前面那个低点，这里是有过一个中枢的，看到没有？在这个位置它有一个中枢，但是这个中枢非常窄，这个最高点刚好碰了一下前面这个小低点，所以说这里其实是有中枢。所以现在啊，那么针对这第2个中枢还出现了一个3脉，这个中枢还出现了一个3脉，其实是这种结构。所以说我们现在需要把这个中枢变形了，我们需要怎么变形呢？就是这样。从这个最低点这里断开，现在我需要这么观察了，因为右侧这个中枢已经形成，我现在是这么个观察法。右侧这里能不能够以104这里作为一个最低点来生长，就是 A0 起点能不能这么生长进入段，然后这是中枢，我可以再踩一下，看看是不是往上走，对吧？或者说前面这里是 A 中枢，我在这里做了一个 B 中枢，我踩一下，我继续往下走也可以。所以说它现在是处于一个中阴状态，这是一个明显的中阴状态，就是这个中枢是它一个关键要选择方向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你要做的话，就是除非是我一个快速往上走，你可以比较离开段，就是针对这个中枢的离开段跟进入段，如果不背驰的话，那就恭喜你，它可能要往上生长了。如果说，哎，弹上去了，然后踩到中枢，比如说这有一个中轨，然后甚至踩穿它了，那就有希望再次跌破104去。那这样的话就是 A 中枢、B 中枢，然后再给你来一个针对第二个中枢再给你3脉的话，其实就是日线上的这个离开，它要去完成它的饱满度，就这个离开可能更饱满一些，对吧？因为它在日线上是 A，B， 它完全是可以再把这个 C 再走得更饱满一些。所以说它现在就处在一个1小时中枢的一个中阴状态。那你要做的话，就只能现在做1小时这个结构，中枢上方力度衰竭的时候你减一减，中枢下方力度衰竭的时候加一加，就是一个加减仓的一个动作。所以它现在只能是先围绕1小时来做你的交易，来选方向之后，我们才能够说，哦，它这个选方向了，哎，快速往上拉，甚至给一个300，那这个位置你加大仓位往里进的，对吧？它才可能往上成长。所以现在就是一个1小时的一个中枢震荡。好的，我们再看这个Shelly朋友问了一个这个减肥药艾利莉莉，减肥药的话，现在的这个主要因为现在减肥药市场啊，最主要的就是艾利莉莉和这个丹麦的诺和诺德2家公司，尤其现在这个主要诺和诺德又出了口服的减肥药，那么不知道现在我没有跟踪这个新闻呢，就是艾利莉莉有没有出它的这个口服的减肥药？毕竟口服的肯定比你扎针的更方便嘛。那么它现在明显是处于一个没有出现，也是在这里一直是在这里中枢震荡。那么2月13号还分红了，就是说在大周期上的话，它这个周线上，我们看这个回落是够一笔的，这个回落是够一笔，在周线上，但是呢，你没有办法说这个回落结没结束，对吧？它在日线上是有这么一个中枢的，完全是构成一个中枢之后可以往下继续选，或者说我在这个中枢这里构成一个中枢之后往上选，所以说我们需要2个方向都要看。那么这是这个日线这个结构，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周线那个回落一笔就是这个，从1133到这个最低点993这段构成了周线上那一笔，但是呢，它并没有说很清晰的要往下走，但是现在相对的在这里横在这里的话不是什么好事儿，就是说横在这里不选方向的话，那就是在等待一个可能是不知道是它有更多的产品出来了，还是有其他的消息在市场在等待它出来，所以现在这个状态的话是比较纠结的。但是如果说你是长期做它的话，那成本应该不会太高，所以这里首先不要去去追它，那么等待它选的时候你再出来，再往里进。那么现在我个人倾向的话是要往下选，我个人倾向是往下选。就是这个 MACD， 比如说往下沉一沉，然后比如说到中间某一个位置停顿一下再起来，就相当于这里再往下沉一沉。那么我们看一下，它从这个起涨点623，如果说往下沉的话，如果说到939，对吧？到939还是很浅的一个回撤呢，才是0.382。到939这个位置，如果说能沉得住的话，相当于日线上给你一个比如说日线上，我们再回到日线，如果说从这个最高点断开。那么这里是有一堆 K 线在这里横着，对吧？那么这里如果说1小时，这其实是一个1小时的一个中枢，因为日线上它只满足一笔的这个满足完整的一笔下，所以它更多的是在1小时上有一个非常碎的一个中枢，在这个结构给它圈出来，我们看一下1小时上有一个非常碎的中枢，走得非常碎，这是它1小时这个中枢，所以说1小时这个中枢啊。它现在也超过9段了，明显是超过9段的一个中枢。你可以用2小时来观察它也可以，因为毕竟它现在走的比较碎嘛。那么什么时候这个中枢，比如你也可以把这个中枢的中轨给它跟刚才那个micro strategy 很像 ，micro strategy 就是没选方向，其实也是一个中阴状态，就是我个人，但是我个人倾向的话，它最好能往下砸一下，比如说踩一脚120天的话，我会往里进。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日线上有一个0.382的940附近吧。如果说能踩到940附近的话，那这个120天在多少？看930，
这个位置如果说能踩到120天均线，可能是更好的一个进场的位置。现在这个位置，你现在进的话，它不好选。你进了完之后，可能猛地往下窜一下，它再起来，对吧？往上走也没有出现明显的那个动能往上走啊 ，MACD 也是一直在0轴以下沉着，所以现在不是一个很好要进场的状态。如果说你手里有，当然可以拿着，手里有可以继续拿着，然后下来的话你再补上去的话。那就是还是看它能不能够突破这个非常碎的这个中枢，所以这整体来讲，这个艾雷雷里没有什么操作的这个短线做差价操作的话也比较累，你需要去盯着1小时，它这里走得非常碎，对吧？它没有什么明显的方向给你，就是一个上下震荡，类似一个无序的一个random walk。然后我们再往下看，这有一个叫GL58499朋友问 SYM 这个我们以前应该以前也看过这个，就是 Symbiotic 这个具体基本面是做什么的，大家可以自己查一下。那么这个的话，看它的图形，我们之前是分析过一些，它的也是走得很碎。周线上，我们把这个前面的都给它清掉，我们看一下，就我们只关注16.32右侧这些。那么16.32这里，它在周线上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上涨之后的一笔回落，对吧？它现在是周线上是这么一个结构，就是一笔上一笔下，从这个16.32一笔上一笔下，现在是周线上是这么一个结构。那我现在关注就是它是不是要MACD 这个下落的这个张口张得太大了，你看到没有？这个张口张得很大，说明动能就是次级别小周期的动能太强了。小周期的动能太强的话，意味着这里就可能要从这个最高点87.88往下继续延伸呢。就起码从周线上来看，现在不是很乐观，起码你要做多的话要谨慎一点。就是我们要看一下87.88右侧这些。那么在周线上我们能够看到，它其实是有过一次反弹的，然后又下来了，说明日线上肯定是给了一个二脉下来的。我们看一下日线，那么这就是87.88日线上的这么一个结构，它是给了一个二脉的，给了一个二脉之后，然后又给一个123，然后但是呢，这个反弹这一笔也是好像之前不知道你是不是在这里问过。那么这个反弹是不够一笔，严格定义是不够一笔的，因为最低点，如果说以高低点来划分的话，它是不够一笔的；如果说次高点的话，它是够一笔，对吧？那就看你的划分的精细度。所以说整体来讲，我们可以这么画：从最高点先给它画成3段是够的，肯定就是按照高低点画，按照高低点画是3段是肯定够，因为简单嘛，用高低点来划分是最简单的。如果说你用递归的话，那就是你需要去用到次高点。那么现在是这么一个结构，它是构成了1、2、3段，构成了周线上的那一笔回落，对吧？现在就看它也是第3段有没有结束？第3段它完全可以不结束，因为这些可以是1小时的一个这个结构，往下继续选的，往下继续走。现在好就好在它在200天还没沉下去，看到没有？它这个均线，我们一直讲这个简单的分析的时候，你就用200天和这个120天就可以了。现在是200天，正好是承压了2次了，已经。这个200天现在，但是第2次承压没有力度，看到没有？第2次下来的时候，200天没有带这个 MACD 上没有带力度，就这里有希望能起来，有希望起来的话，你要注意，就是它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图形再调出来。那么看它能不能给到一次有效的反弹？我们看一下这个最高点是在哪里？这个是64.41、64.39，还是没出高点？就这根 K 线呢没出高点，所以说你要是用次低点和次高点的话，那这样画的话是够一笔的。就这样的话，其实是有一个反向中枢，然后现在又下来一笔。如果说是这样有一个中枢的话，你可以先用这个中枢来操作。对吧？是不影响你操作的。这样的话，有一个中枢之后，是能够让你知道它现在所出的这个力度。你也可以把这个不太精确的中枢的中轨给它加上。那么看它能不能是不是，比如说到了中轨上，还是到这个上轨，
帮助你判断现在这个多空的一个强弱，这个多空力度的一个强弱，方便你来选方向嘛，对吧？这个现在是明显是空头强的时候，那你做多就要谨慎一点。所以现在就看它，但是这一笔看着要结束了，这一笔看着这个没有力度了。如果说你去它的1小时上看的话，明显是一个3段，或者说去30分钟上看，这个应该是一个3段结构。看它1小时，1小时从这个下来的话，这里是出现过一个反弹，然后这里有一个小高点，所以说这2个高点选哪个都可以，因为它都满足一笔反弹，对吧？所以说它是一个在1小时上已经够了一个1、2、3段了。就是这样，1、2、3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在1小时上，它这个是有背驰的呀，1和3。如果说你按照一个1、2、3、4、5也可以，这样1、2、3、4、5也可以。所以说怎么说这个第5段都弱，或第3段都弱。所以说你如果说手里有底仓的话，其实这也是，我们一般都是每一个周期都可以分配不同的仓位。我在日线上交易的时候，我有日线的仓位；我在1小时上交易的时候有1小时仓位，就看你在某一个周期上能不能够配置到你的仓位，对吧？因为级别越小，所对应的这个仓位越小，这正好是这个相反的。级别越大，对应的仓位是那个越大。很多人是正好相反，是级别越小，他用的仓位越大，那就造成很小的波动的时候就把你给这个，因为周期越小，这个震荡幅度也小。那么你如果说用的仓位大的话，如果说你追涨杀跌的话，就很容易死在里面。就是这个仓位配置一定要跟这个周期要匹配上。就是而且禅师介绍的是不同的周期我们都要配置不同的仓位。他在某一课专门讲的叫分区卷钱。所谓的分区卷钱这个操作策略，就是每一个周期上我都用不同的仓位来操作。这样的话，我就通过不同周期的一个差价操作，把我的成本降下来，对吧？所以这就是分金卷钱。所以说在1小时上它是明显有背驰的状态，那么我们就要进一点1小时的那个仓位，再看它是这一笔能不能够弹上来，还是说能够快速拉上去。如果说只是一个1、2、3背驰了，我上去了，比如又顶到这个120均线了，甚至到了200均，也只不过是构成了一个反向中枢，它可以再下来。但是你现在这里在这个位置，你是没有办法预测到它是一个微转还只是一个很弱的反弹的。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预测到这个它的这个后期情况，你只能拿仓位试，你只能拿那个仓位去试它。就如果说你对它的基本面看好的话，是可以进行这种操作的。但是整体在日线这种大周期上，它是偏弱的，尤其是周线上这个 MACD 的下跌的这个动能下跌的动能没有被完全消化，你起码走平吧，对吧 ？MACD 走平才可能往上拉呢。所以说，就看你的这个能不能够交易更小周期的这个，因为1小时上现在起码是跌不动了。你在问能不能够建仓是吧？对吧？那1小时上肯定是可以啊，1小时上肯定是可以进一点。然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再看一个，他最后问了一个 EXPE， 正好分析完这个，基本上时间就差不多了。Expedia Group， 这应该是跟旅游相关的这么一家公司，对吧？我们之前是没分析过它。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它的这个结构，虽然说现在主流市场是在炒这个 AI 相关的这些，但也不影响这些小公司往上涨。所以说，还是大家不一定非要扎堆去做这个 AI 相关的什么芯片啦这些东西，对吧？你要说对它这个公司很了解，你也可以去做它，不影响它上涨的。那么在大周期上，我们看一下，现在这个季度上，这个回落不够一笔。这个回落是够一笔，它这有点类似一个通道式的这么一个东西。你如果说画一个通道出来，就是这种大周期上是可以用通道看一下它这个区间的。它有这么一个大通道，它通道上去，如果说力度不够强，又被拉回来了。所以说现在在大周期上是有这么一个通道的一个状态。很多人说，你画这么2根线就能够分析出来，就有作用了吗？这种通道线呢，在大周期上非常好用，小周期上反而不太好用。小周期上容易出现假的这种，比如说我小周期上，比如说突破了，然后呢，你觉得好像是它突破了，或者说你觉得这个不能够突破，你去做空的，哎，它没准回来之后又拉上去了。就是在小周期上用这个通道线的作用不太大，但是大周期上它的明显。为什么说大周期上明显？因为在大周期上，它想要突破这种通道的话，需要的动能或者需要的资金量就更大。
所以说在大周期上，它如果说真能够突破这种通道线的话，说明是真是有资金在捧它，或者真的有资金往里进。像这种的话，它就尝试了一次没进，那个没有拉上去，基本面可能没跟上来，然后又下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就关注就是最后这一段，在它的这段上冲的时候，它的内部发生了什么？是不是结构已经挺饱满的了？周线上，现在看的周期是月线。那么月线上这里有过2次回落，但是呢都不够，严格定义是不够这个一笔的。我们看一下周线上，周线上这里是在下面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中枢。我们把它周线上这个结构，周线上明显更清楚一些。下面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中枢，然后还给了一个周3买，这里还给了一个周线的3买，没有？这里做了一个中枢之后起来，然后又下来了，给一个周3买之后又上去了。那现在就看它，是不是要在这里做第2个中枢？现在是下面周线的大 A 中枢，那么在这里做一个大 B 中枢再起来也可以的呀，对不对？就是现在就关注重点就是这个最后这一笔有没有结束，因为它要想转折，必须要结束，下跌必须要结束才能转折。那么你关注重点又变了，就好多人分析来分析去，不知道分析什么，这就是他没有一个好的工具或者没有一个好的方法的时候，他不知道分析啥。对吧？有缠论就好办了，因为我们有区间套，有区间套，我就能定位到一个精准的那一段，我就观察那一段有没有结束，这一段都不结束，怎么可能逆转呢？对不对？日线上，就刚才我们在这个周线上高量的这一段，周线上现在没有看到逆转，因为周线上连底分型都没有。那么周线上没有底分型，我先看一下它的次级别，日线上有没有可能逆转？那么日线上这里是一个123，明显是一个123现在下来，123下来的话。这个3是有可能有背驰，我们把这3段先比较一下。到了 0.118 了，到了 0.118， 现在又出一个底分型，但是呢，这个下沉的太厉害 ，MACD 下沉的厉害，说明这段虽然说看着好像要这个反起来，说这种是一般是不做的，就这种反是一般不做，因为它这个 MACD 太空了。这个动能下跌的动能太强，没有那个，你起码等这个 MACD 粘合的时候，甚至这个面积开始变小的时候，你再关注它都来得及。所以这种一般是不做，因为这个很有可能是很快的一个反弹之后继续往下走。所以说这种，一般我是不做这种，就是 MACD 如果说在0轴以下非常深的位置的这种情况是不做它的，有可能这种，但是不代表你不能赚钱，但这种是做起来难度是大的。所以什么时候给你一个5段？甚至给你个2买或者5段的时候，这段才可能下跌结束。那么这段下跌有可能结束了，意味着周线可能结束了，周线有可能结束了，意味着月线才有可能结束，对吧？所以说你要是，但是你要有能力想做这一笔反弹的话，那你就可以去借助它的1小时上这个周期。但是我个人看，这个 MACD 太深了下的，有反弹，但是需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刺激。但是财报都已经出完了。也没有把它拉起来，那你说，而且马上要分红了，这个整体来讲不太乐观吧，偏弱。好的，那么的话，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只能分析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参与。